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渐变束口袋。我们这个束口袋呢，可以放我们的耳机、零钱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，方便携带。那我们这个束口袋呢，主要分为5个部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两个花片的编织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将2个花片进行一个缝合。第3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花边的编织。那第4部分呢，是我们绳子的编织。第5部分呢，是我们球球的编织和安装。那具体的看我演示。我们首先钩织它的花片部分，将线绕在我们左手上，右手拿钩针。这时候我们先打一个活结。好，将线拉过来，这个 V 字形呢就是一个锁针。接下来我们不加不减钩织6个锁针。6个锁针钩织完成，我们于第1个针目呢进行引拔，拉过所有的线圈。好，第1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钩织第2圈，先做3个锁针。我们这3个锁针呢也相当于一个长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绕线，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。这是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拉过后面2个线圈，这个呢就叫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做2个锁针。好，这样一组花样就钩织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按照这样的花样呢，就是先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再钩织2个锁针的花样呢，然后钩织4组，我们将这一圈钩织完成。我们4组花样钩织完成，那我们于第一个就是3个锁针这里，然后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我们第2圈钩织完成。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线有点凸，是吧？然后不要紧，我们后面还会进行钩织，然后把它拉长的。我们这时候先做3个锁针。我们每一行做的3个锁针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长针。好，我们绕线，在下面就是在这个2个锁针这里呢，然后进行编织。我们先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做好之后我们绕线，然后这里大家要看清楚，我们将针从我们第1圈，然后到第2圈这里，然后将线拉过来，拉出来，然后拉直，我们线要拉长。然后这时候先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最后拉过后面2个线圈，这个呢就叫外钩长针。好，那继续我们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钩织完成，那我们再做2个锁针，然后再重复刚才我们钩织的这一组花样，就是先做一个长针，正常的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然后继续在同样的一个针目里面，我们做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将线好拉长，然后再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这是一组花样钩织完成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这样一组花样呢，我们共钩织4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后面的钩织完成。这就是我们第3圈钩完之后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锁针，然后进行断线。那我们第3圈钩织完成，我们还要后面进行断线的话，就是要换色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4圈，第4圈我们每一圈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钩织的，就从它这个洞洞，就是2个锁针这个地方拐角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绕线，然后在这上面呢继续钩织3个锁针，这样线挂线呢是为了方便我们隐藏线头。好，3个锁针也就是一个长针钩织完成，我们继续绕线，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外钩长针，就将针然后穿入我们第2行跟第3行中间这个地方，然后将针穿入，我们继续要绕线的，不能不绕线啊。然后这样子将针插出去，然后将线拉出来。好，拉过来，然后做一个外钩长针，要这个线要蹬直，拉长。然后继续绕线，在这个2个锁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钩织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钩织完成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洞内，就是我们2个花样中间这里，然后绕线钩织一个，先钩织一个长针，
然后再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外钩长针钩织的位置呢，是在于我们刚刚之前两个长针花样的中间，就是第二行2根长针花样的中间。好，将线拉出来，做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我们继续绕线，在我们两个长针中间这里，然后钩织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这样是一个花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拐角处呢，继续做2组我们这个2个长针一个外钩长针这样的花样。好，看我演示一下，先钩一个正常的长针，然后继续绕线，然后在这个第2行到第3行中间这个位置，然后将线穿过来，然后将线拉出拉长，做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在下面继续做一个正常的长针，然后做2个锁针。我们每一个就是拐角处必须要做2个锁针，如果不是拐角处，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都不需要做的，我们拐角处一定要做的，因为它这样的话正方形才正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做一个锁针，绕线，做一个长针，然后绕线，然后做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将线拉过来，拉长。好，绕线，我们在这里面继续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这样的花样钩织完成，那我们按照这样的花样呢，把后面的也钩织完成。好了，我们第3行钩织完成了。我们这样能看出来规律，是我们你看从这里看，我们是一组花样，然后这是2组花样，这是一组花样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每隔一组花样呢，我们要钩织加一组，就是每隔一组花样，我们要钩织2组花样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的规律非常的好懂。那接下来我们钩织它的第4圈，第4圈我们这样是在这个地方钩织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钩织第4圈，然后将线拉过来，我们继续钩织一个隐藏线头的3个锁针。好，钩织完成，我们在这个绕线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继续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这时候可以把它2个线往旁边掰一掰，我们能看清楚。好，从这里，从里面，然后向外面，然后将线拉出来。然后我们稍微要拉长一点，好，然后先做前2个，再穿过后面2个针目，好，继续绕线，在我们这个线圈内呢，钩织一个正常的长针，好，这是一组。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就是接下来要钩织2组了之后，再做一组加针，绕线，我们开始做正常的这个针目了，然后从中间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要从这里，从我们第2行这个外半针这里，然后将线拉出来，然后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在里面做一个正常的一个长针。好，一组钩织完成，我们再做第2组。好，2组钩织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开始钩织这里拐角处这里，我们继续钩织。先钩织一个正常的，然后再看一下啊。如果看不清的话，你可以把2边的线往旁边掰一下，会露出来我们第2行就这个白色线，然后从这里将线穿出去，然后将线拉过来，稍微拉长一点，好，做一个外钩长针。好，继续做一个正常的长针，拐角处我们一定要做2个锁针。对，好，继续再做一组。这样的花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编织方法呢，然后把后面的也钩织完成。我们第4圈钩织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我们钩织第5圈，还是在这个2个锁针这里，我们进行开始编织，依然做挂线3个锁针。好，钩织完成，那我们还是在我们这个内呢，先钩织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再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好，钩织完成之后，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还有1、2、3这3组呢，我们钩织3个这样的针花样。
先做一个正常的长针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外钩长针，就是将我们黄色这个线，就是我们第3行这里这个线，然后做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在这里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这样的花样我们共钩织3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钩织完成。好，3组钩织完成，那到我们拐角这个地方了，那我们继续绕线，在这个里面我们先做一个正常的钩长针，然后继续做，在这个里面我们钩织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再做一个正常的长针。接下来钩织2个锁针，拐角处一定要钩织锁针，不要忘记。好，那我们再绕线，再钩织一个正常的长针，继续一个外钩长针，然后再钩一个正常的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按照3个这样的花样，包括2组这样花样，我们把后面的钩织完成。我们第5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开始钩织第6圈，我们照样是在锁针这里进行编织的。好，我们将线拉过来，先做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圈内拐角处，我们继续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钩织完成，我们先不加不减钩织6个短针，就是我们这2个花样呢，我们钩织6个短针，在我们针目上面进行编织。6个短针钩织完成，那接下来我们绕线，然后不加不减钩织6个中长针，然后将针穿入这个针目，将线拉过来。这是钩针上3个线圈，我们一次性拉过所有的线圈，这个就叫中长针。好，接下来不加不减钩织6个中长针。6个中长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一组花样这里对应的针目里面，我们钩织3个长针，不加不减进行钩织的。3个长针钩织完成，那我们到拐角处了。这个拐角处呢，我们钩织5个长针。好，5个长针钩织完成。那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底部，所以我们不加不减钩织15个长针。15个长针钩织完成，我们又到了第2个拐角处。这是第2个，从这里是第1个，这是第2个。那我们到拐角处呢，继续钩织5个长针。好，5个长针钩织完成，那这边呢要与我们这边对应，然后我们先钩织3个长针，然后再钩织6个中长针，然后最后钩织6个短针。好，那我们把后面的钩织完成。好，那我们6个短针钩织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在最后这个内呢，我们要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钩织完成之后，我们做一个锁针，然后断线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花片，这个花片呢我们要钩织2个花片钩织完成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2步，2个花片进行缝合，然后它们的背面对着背面，然后我们先挑第1个针目的内半针，挑第1个针目的内半针，然后挑第2个对面针目的内半针，这相当于也是对着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外半针，然后如果正面的话也相当于是内半针，就是对应的2个条纹呢，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缝合。好，将线拉过来，我们先做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2个针目这里同时钩针，同时穿过2个线条，2个条纹，然后进行引拔，然后做一个锁针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全部按照这样子一个引拔，一个锁针这样方式呢，我们从这里把它缝合到这个地方，缝合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这圈缝合完成。好，我们第2步2个花片缝合已经缝合完成了，缝合之后的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线呢不断线，我们进行钩织我们的花边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进行编织。好，我们这个拐角处呢，我们先钩织一个短针，
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记号扣，然后把它标记一下。好，钩织短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开始从这个针目这里不加不减钩织15个短针到这个地方，到我们这个花样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编织。15个短针钩织完成，我们这个拐角处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钩织一个短针，拐角处这个地方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在我们刚刚引拔锁针这个地方呢，继续钩织2个，这边钩一个，这边钩一个。好，好，这边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钩织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拐角处呢继续钩织一个短针。就是只要是2个锁针的拐角处呢，我们必须要钩织一个短针的。好，那钩织完成之后，我们继续按照这边就3个花样开始，从这个花样开始编织15个短针。好，15个短针钩织完成，我们这个拐角处我们先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在我们这2个锁针这里继续钩织。分别钩织2个短针，我们这一圈总共钩织了38个短针。好，短针钩织完成，我们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好，那我们花边第1行已经钩织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我们钩织第2行。第2行，这时候钩织的话，就是在我们就是内半针离我们远的这个条纹呢进行编织。不加不减钩织38个短针，全部都是挑内半针，然后钩织短针，内半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按照这样的花样把后面的钩织完成。那我们第2行38个内半针短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第3行。第3行我们首先做3个锁针为起立针，然后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长针。那这一圈我们总共钩织38个长针。我们第3圈38个长针钩织完成，我们接下来钩织第4圈。我们首先钩织3个锁针，然后在刚刚引拔针目这个地方，我们钩织一个短针。然后那接下来我们按照3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在下面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这样的花样呢，我们钩织38次。好，那按照这样的花样呢，我们把后面的编织完成。好了，我们第3部分的花边已经钩织完成了。我们的花边最后是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4部分它的绳子。好，将线绕在我们左手上，我们先打一个活结，将线拉过来，V 字形是一个锁针，那这里我们钩织76个锁针。76个锁针钩织完成，我们进行断线。那这呢，我们需要钩织2条。那我们2条绳子已经钩织完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绳子呢，穿在我们的这个花边上面。好，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插，我们隔3个针目，然后把线拉出来，然后再压过1个针目，然后再挑3个针目，然后按照这样的顺序呢，我们把线，然后固定在我们这个长针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边绳子已经穿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穿第2根绳子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入针，还是按照这上面我们第1条绳子怎么穿怎么入，还是按照它的方法，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线。好，那我们这2根线呢，全部已经安装在我们的这个束口带上面了。那穿完之后是这个样子。第5步呢，我们钩织它的球球部分，将线绕在我们左手上进行圈织，右手拿钩针，将针插入线圈，我们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然后针插入线圈，
将线拉出来，这是钩针上2个线圈，我们一次性拉过，这个呢是叫短针。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线圈内不加不减钩织5个短针，5个短针钩织完成，我们拉紧线圈。这时候我们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钩织第二圈。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短针。这一圈我们总共钩织10个短针。第二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第3圈。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呢，我们共钩织5组，这一圈我们总共钩织15个短针。第3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第4圈，不加不减钩织15个短针。好，我们第14圈、第4圈也钩织完成了，接下来钩织第5圈。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跟第3个针目我们做一个短针减针，挑第一个针目的外半针，然后再挑第二个针目的内半针，一次性拉过，再拉过后面2个线圈。那接下来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呢，钩织5组，我们这一圈最后钩织10个短针。好，第5圈钩织完成，我们进行断线。有足够长的线，我们最后还需要缝合。那我们这个球球钩织好了，我们需要钩织2个球球已钩织完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这个绳子2个绳子呢，然后从外向里，我们用钩针辅助一下，穿入中间这个缝隙里，然后将我们的这个线呢，然后把它拉出来。2根线都要拉出来，最后我们需要打一个结。好，固定在我们球球里面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球比较软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塞上我们的填充物，让它更饱满。好，棉已填充好。接下来呢，就将我们这口收紧一下。我们挑第一个针目的外半针，然后挑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3个，跳过第2个，我们钩织第3个的外半针，以此这样挑单数，跳过双数。好，拉紧线圈，我们这个口已经收住了。那我们把这个隐藏一下我们的线头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球球已经安装在我们这个绳子上面了。那我们把后面这个也安装好。好，我们第5部分球球已经钩织好，也安装在我们这个线上面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渐变色口束口带呢就已经完成了。好了，那咱们这期渐变束口带呢就已经完成了。这款渐变束口带呢，它非常的方便携带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颜色非常的百搭。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颜色。那非常感谢你观看这期视频，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请在下方进行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分享一切手工的乐趣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